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是 MCM Matchmake Kelly。OK， 今天我们是要来试驾这个第一代 Myvi 没有啦，不是啦。今天呢，我会驾这个 Myvi 啊，是因为我的那辆 Satriano 拿去做改装，然后所以你买多一辆 Myvi 来改装啊？没有啦。R Engineering 车队他们就借我这辆 Myvi 代步，已经好多天了啦，所以我已经驾几天了。这是第几代啊？第一代，这个就是最早期的 Perodua Myvi， 然后现在 Myvi 已经去到3代半了嘛。然后本来我是今天要来找你拍 Myvi 3代半的深度驾驶体验，可是我觉得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是我最近收到一个 email 啊，我给你看一下。豪哥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Melvin， 我现在驾着第一代的 Myvi 1.3 Auto， 因为车已经很旧了，所以打算买一台新车，预算6万左右。首先看中的就是第3代半的小改款 Myvi AV， 可是跟身边的人讲起，几乎全部人都不赞成，都说我花了钱却没有升级，要我加多一点钱买日本车。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想太多，也比较容易被人影响的人。老实说，我为了这件事失眠，所以特别要求豪哥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我是住在 KL 的槟榔人，希望有机会在槟榔或 KL 遇到你，到时我一定请你吃大餐。如果打扰到你，非常不好意思，谢谢你，豪哥。OK， 首先没有打扰到我。其实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 email，然后为什么我会特别注意这个 email 呢？是因为很多天时地利人和啦。首先，他有提到他的车是第一代的 Myvi， 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开着的 Myvi， 我也开了几天啊，所以我有一些体验跟一些东西可以讲。再来就是他讲他的预算是在6万块左右，他要买的车是 Myvi 小改款。你看他会写小改款啊，肯定就是我的观众。可是啊，他身边很多人跟他讲，为什么你不要加一点点钱去 upgrade 成日本车？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日本品牌啊，7、8万也买得到。今天呢，因为 Myvi 换 Myvi 嘛，那我们就来讨论是不是像他朋友讲的那样，他花这6万块买了一辆 Myvi 3代半的新车，是不是真的没有升级？再来就是他需不需要再加钱去买所谓的日本车？那针对6万块的这个预算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假如你的预算是6万块，你就 set 6万块就好。除非你可能你本来预算8万，然后你到自己的 budget 去到6万，这样你可能可以看一下8万到6万之间的那个价位的车。但是他刚才在 email 里面他有提到他的预算就是6万左右嘛，那我们就不要去看什么7万8万的车了，没有意思的。这样子你 top up 到来，最后你是买 Camry 的，越来越多吧？对，越来越多人就是这样子嘛。你听身边的朋友讲2句，你就我加多1万咯。你的姨妈姑姐讲多2句，你又我又再加多1万咯。最后加到来你买100多钱的车了，辛苦是自己。所以你的预算在6万的时候，我们就看6万块的车。那么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3代半的 Myvi。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从第一代的 Myvi 升级去第3代半的 Myvi， 是不是真的花了那6万块是有点浪费 ？OK， 那在那之前，我们就去吃一个早餐。边走边聊。看啊，这个 reverse 这辆车是没有 reverse camera， 3代半的 Myvi 有但是要 AV 才有啦。假如你买的是还是 X 那个是没有啦，所以你一定要去买到 AV 最顶配，刚好也是在它预算之内啦，6万块。然后这辆车是一个1300cc 4AT， 是一个4前速变速箱。小改款的 Myvi 呢，它已经换成 DCVT 了，是目前在 Perodua 里面最先进、最新款的一个牙箱配置。驾起来呢，当然是比 4AT 来的更加舒适啦。在换挡的时候就没有那种顿挫感。1.3跟1.5在数字上你可以看到马力那边有差别啦，可是驾起来，如果你是 City Drive 真的不会有太大差别。其实这一个第一代的 Myvi 它真的很有力一下的，它很轻快真的，自从2017年出了 Myvi 第3代小改款，他们试了过后，都说还是第1代还是第2代的 Myvi 它有那个冲力，全部都说第3代的 Myvi 没有这么有力的。3代半的我也是有听到一些反应是讲，比较没有那个冲劲，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要符合那个 EEV所以才会把新车 tuning 成比较
没有那个爆发力，没有那个冲劲。所以以前的 MyV 第一代也好，第二代的 Lagi Best 或者 Lagi Power、Lagi Best 啊，真的是很 power。那个时候就建立了大马小钢炮的这个称号啊。你平时已经驾习惯你的第一代 MyV 了过后，当你买第3代半的 MyV， 你会觉得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全新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开的是第一代嘛，等一下我们换去第3代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直接的体验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你看这个就有点，因为车旧了嘛，多声音。我相信这辆车的 condition 跟 Melvin 的 condition 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啦。所以这些就是它的 exhaust 的声音是吗？那些 plastic 啊，它旧了哦，老化了过后就会有一些杂声。OK， 我们现在去吃个饭，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换去 MyV 3代半，体验一下它跟这一辆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啦。Let's go。OK，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这一辆小改款的第3代 MyV 了啦。这辆 MyV 呢，跟刚才那一辆第一代 MyV 啊，一上车马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冷气。冷气这个真的是冷的啦，那个是因为是旧车啦，想当年可能它也是冷气，现在就比较没有这样冷啦。OK， 然后这个方向盘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按键呐，跟那一个版本就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 steering 上面是有这个皮革包覆，手握起来呢，当然相对是比较舒服啦。而且这个 steering 是跟 Ativa 同款的，6万块你可以有7万块的这个同款的手感，感觉是不错啦。6万块买的不是一台新车罢了。他还买到很多安全的东西，前面2个 airbag 这个肯定有啦，但是那一辆第一代的 MyV 啊，我刚刚驾那辆是完全没有 airbag 的，这一个呢就有前面2个 airbag， 旁边车窗也是有 airbag， 椅子也是有 airbag，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啊，当然是比较可以保护到我们司机还有乘客啦。再来就是一些安全配备，就包括了 ABS 啊、EBD、BA 这些比较 simple 的刹车系统哦，在那一辆 MyV 是没有的，所以你踏 brake 很容易 jam brake。你虽然踩完 brake 了，可是你的车还在往前滑，因为没有 ABS 嘛。这一辆当然就有啦，它不只有 ABS 哦，它还有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我觉得啊，目前的每一辆车只要是新车没有这个系统啊，就过时了。所以我觉得用旧 MyV 换新 MyV 没有升级，我觉得就不成立了这一点。可能它对于升级的定义不同哦。所谓的升级，有些人他会看作成是品牌升级，对，所以他会建议 Melvin 你花多一点，加多一点，可能10千、20千换日系车，那个就是品牌升级啦。当然配备也会有升级 ，ABS、EBD 那些肯定会有 ，airbag 也会比较多，但是比较更加新潮的一些安全配备就没有啦。当然这一辆3代半，假如是 AV 版本哦，就会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 AEB 紧急刹停 ，RCTA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对，还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它不只是 warning 罢了，会帮你拉回来一点点。最主要我还是要帮这个 Melvin 尝试一个东西，就是 ACC 自动跟车系统。因为在6万块啊，目前没有任何一台车有这一个功能，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嫌弃的。它已经是把配备去到完了。然后你觉得刚刚你乘坐了第一代的 MyV， 现在你坐3代半小改款的 MyV， 你觉得怎样？舒服很多啊。现在我们是保持在时速60 City Drive 的这种情况下，DCVT 的变速箱啊，我觉得它驾起来真的很 smooth， 不会有感觉到烦躁的 4AT 换挡的那种顿挫感。好，我现在其实开着 ACC 自动跟车，现在是跟着前方的 MyV， 而且还是第一代的。我的脚是完全放开我的油门还有踏板哦，就呢，我的脚在这边。然后前面的车刹车，这一辆车也会自动放慢速度。不是你踏 brake 的？没有，不是我踏 brake 的，是他自己慢的。他自己慢的，而且也是他自己来的，也是他自己来。现在这个 brake 也是他自己来的，也是他自己来的。OK， 他已经取消了，因为已经少过时速35。对，我现在要自己踩油了。刚才他加速也是他自己加速，他自己加的，因为前面的 MyV 走掉了。对，他就侦测到前方没有车，他就加速。这样感觉很自然呢，我以为是你在踩。没有，很自然。Perodua 的这个 ACC 哦，我真的觉得在这个6万块的价位没有的好嫌弃啊。这个 ACC 自动跟车呢，对于时常走 highway 的人来讲啊，真的太赞了。但是老实讲，我觉得这辆车的乘坐姿势啊，就是我很难抓到一个我坐起来会很舒适的姿势。每个人的乘坐姿势都不一样。我个人的乘坐姿势，我比较喜欢坐矮一点，然后 steering 放矮一点。然后我的脚跟我的手的那个距离拿捏
在 MyV、在 Ativa、在Asia Beza 我都抓不到，可能是我个人问题啊。在 Proton 就有抓到。Proton 每一辆车我都可以。好，现在我又在 set 自动跟车了。现在我 set 的最高时速是75公里，所以对面的车呢，我前方的车，它只要在75公里以下，我都可以一直跟着它。好像现在有一辆 Iris 介入哦，我不要踩 brake 啊，它会自动帮我 brake， 然后再继续跟。OK， 你没有踩啊？我没有踩，我的脚是完全放开的。看我的脚在这边。他真的没有。现在你是跟着 Iris 多少米？你 set 多少跟它的距离？因为我 set 最远就是100。100米吧，安全距离我 set 跟前方的车有100米的距离，然后它就一直顺顺的跟着走啦。当然方向盘方面它不像 X50 Flagship 那样，前面的车转弯呢，或者这个路有一点点的弯，它是不会跟着走的，它只是非常单纯的跟车罢了，跟着前面的车的速度行走。刚刚那个 brake 是他 brake 的这个也是他 brake 的。它下坡的时候 ，OK。我的脚啦，我的右脚完全没有在操作，我只是控制方向盘罢了。这样很不错耶，反应，还有它的表现。我觉得还不错。你是乘客啦，你觉得它的刹车跟它的油门？我以为是你。你以为是我啦？我以为是你。所以你觉得它的这个刹车的力道跟油门的力道是可接受的吗？可以，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跟它距离放很远，所以我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我也是有一点怕，所以我就把距离放远一点。OK。突然间有一辆车扎进来。对，那辆车进来，它也会 smooth 的刹车一点，然后再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我没有感觉到你没有感觉到？我没有感觉到它有停下来啊？它有放慢一点点。这个我没有感觉到所以讲这个 ACC， 它不会让乘客有那种不舒服。而且我还拿着手机，我是容易头晕的人。重点是它没有让我它没有让我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其实也是适合我走 highway， 我去 KL 谈东西，我去槟城谈东西，这一些情况下，这辆车都是适合我的，因为 highway 有一辆车进来，对我也是没有我有感觉到它停下来了，它有刹车，有有刹车这个刹车力道就有点大，因为那辆车太靠近了。对，OK， 这个加速也是因为我 set 的速度是比较高他现在要去找前面的车，这个加速是他真的。他就我现在开始刹车了，因为我要进去路口了。刚刚他是要去找前面的车，所以他就会加速。对，他会自己加速。OK， 我觉得这个 ACC 是属于成熟了的一个东西了。在 Brodo 上面，很多人都会担心啦，所以我是觉得在艳阳天的情况下，OK， 我们不讲雨天，因为没有试到雨天。我这样加起来，我觉得这个 ACC 是合格的，可以。然后现在是一个艳阳天现在是中午，日正当空，这个冷气出风口这边的 Chrome 条它已经变成红色饰条了，过后呢没有反光了，加起来眼睛也没有那么不舒服啦。好，我个人觉得这辆小型 hatchback 真的是一辆很好的配套，它给到的这些配置、这些配备，还有它的外观，我觉得也不难看啦。以前看照片还觉得蛮难看的，可是看久过我觉得 OK。所以我觉得 Melvin， 如果你因为你自己个人喜欢 MyV 而想买 MyV 的话，那你就 go ahead 啦，我觉得。但如果你是因为很容易被人家影响，然后你也不想以后驾车出去会给他们笑还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啦，我是无所谓人家笑我啦。如果你很难接受那样的生活的话，那可能你可以真的 top up 一点点去买日系车啦。我补充一个，如果你是比较在意别人的意见的人其实不管你换了什么车，都会有人讲的。对，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这辆 MyV， 我觉得这辆 MyV 真的很不错，综合表现非常的好。很多人问这辆车加速怎么样CVT 我们来试一下猛踩油门。很大声。OK。它是一个很大声的引擎声毕竟小 CC 啦，你要怎样它又有加速又没有声音呢？很难办到啦。真的。重点还有一个重点，一定要去试驾对。我相信可以有很多 showroom 都有车可以试驾啦，体验一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对。从第一代的 MyV 升级到3代半 MyV， 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跃进？MyV 几岁我不懂没有讲看我频道应该都不会，都年轻了。应该题外话。有一天我吃早餐，那个服务员就跟我讲，对面桌帮你买单了，我就转过去，他就跟我打招呼，他讲我有看你影片，应该是50-60岁啦，50-60岁这样子。
哇，受宠若惊，真的太感谢了。所以原来你的观众群已经是没有分年龄层了的。是，所以可能 Melvin 70岁也不一定。好了，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是这样子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MCN 卖车妹呢，他也是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也是有拍过这一辆3代半的 MyV 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他的频道上面逛逛一下啦。对哦，Melvin，如果你试了车过后，或者是什么你想要有人帮你处理买车，我也是可以的，我可以安排你在 KL 拿车。联络方式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好，那么影片结束前，也要非常感谢长期合作伙伴 Cherry Cars 的合力播出。你们如果想要看一些新车新闻消息啊，还是你们想要买一些二手车 recon 车的话，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上面逛逛一下啦。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